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提审。 你小子真行啊！带了50斤的脚镣，还没被谋破。哎，老犯人了？可不是嘛！当年也是那么沉的痂，一路走到宁古塔。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这包脚的功夫，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。朝廷拟判，斩立决。 你小子呀，受不了几天罪了。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。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，还把别人给坑了。我看到不了秋天呀，就得向你道喜喽。嘿嘿嘿嘿。 犯人睡着了？废什么话呀！就你这样的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想冒充县令？回去多读2年书吧你！给我少废话！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，是你快要死了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？你的功名都被革了。 我来看你，那就是看个死人。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？说吧，除了四爷那套房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呀，对我这个人不了解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好，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。说说你的条件。 我听人说，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。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你了解当铺吗？ 我祖上留了间当铺，在我手里越做越大。当铺做得好，首推安徽人，灰骆驼吃苦耐干，也有眼力。记大红色嫁衣一件，衣襟磨损，虫腻鼠咬，帐下有无字无配饰，当银4钱。 请大贵。大贵看古董珠宝，二贵看木器首饰，三贵看粗本家具、日常用品。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，你去当，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，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，你也赎不回来。没希望的人死当，
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出出进进。人死了，钱活了。当铺里的钱是进项，票号是出项。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，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，票号可以存储，可以放贷，只用几张纸，通行天南地北。哼，其实银子呢，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就这么说几句，谁能懂吗？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。犯人是犯人，生意总归是生意。这些年，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这些下人呐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，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，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？当然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他们错了，东家就是东家。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。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，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，游进那潭死水，把他们给搅浑了，然后把权力拿回来。你能帮我做到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爹呢？被王天贵扣住了。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，做得好了，才能把四爷放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总之这段时间，我吃住都在当铺，你们有空了，多去照顾照顾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武先生。我干爹怎么办？你知道他年纪大了，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湿寒。这房子，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，行不行？这能用钱解决，那就好办了。大清律里，逆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，还不是因为你！黑子，你干嘛？松开！顾大哥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，1个月之内，帮他收复当铺里的大柜二柜。那些都是程了经的老狐狸，1个月怎么可以？顾大哥，以后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顾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4柜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4柜腾个地儿啊！哎，4柜，你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4柜长，
哎，四贵，你给让一下我啊。逃都逃了，何苦又回来呢？四爷，您行得正好，这粥也得了。你看，给你借了个5更鸡过来。加点栗子啊。 加点鸡丝，这样最是补气了。这可不是我弄的，常姑娘弄的。哎，您尝尝，小心烫啊！好吃。哪儿来的鬼子？啊，衙门搬的。想不到吧？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坐牢的。你拿什么换的？拿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，让我帮他理顺当铺。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4鬼，只是这30天，要委屈您了。 30天，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，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？这么哄鬼吗？这才第1天嘛，还有时间可以学。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，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，哪有那么好相处啊？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，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。顾兄弟，这是一门行当，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。 不敢看清，但古话说，隔行不隔礼，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。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，就算是个铁核桃，我也得把它砸开了。请大掌柜长一下眼。眼睛花了，看不清东西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，老太太病了，想压在这儿。哦，祖传的古玉啊，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吗？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？怎么啊？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？啊，真把自个儿当衙门？哎，这个不敢。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，不过，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，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。先生，按照大清律，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！您老啊，好眼力！这块玉啊，是我爷爷那边弄到手里的，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，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。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。哦，
500两倒是不多，只有一架。你说是商周年的啊？这是今年的。你们把玉雕好了，用火烧得通红，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。小子，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！你胡说！你找人来，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，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。走吧，你这玉我替你砸了，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。哎呀，朱先生，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，我就生生把眼打了。顾朝凤，第一天就迟到。哎，你眼睛长头顶上了，蚂蚁带龙头，装什么大牲口？你也是朝凤，我也是朝凤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哼，那是，人家之前啊1天当铺都没干过，就仗着是东家的人，眼睛里能夹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吩咐啊。小伙计，我来问你啊，这个四贵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张不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哦，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。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2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。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，快！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鲍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实属一个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既不太红了，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，好给我鲍子阳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。如果有得罪，勿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账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，当银1000两。唱当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鲍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得。
歇了。顾平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？这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下来几个人？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，我看他是头晕。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，你自己拿不准主意，让一个外行给你拿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。就是，你今天让他唱了当，开了这个先河，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。哼！我看咱们三个呀，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。大贵，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，您说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辞这个差事，是真的辞，还是以退为进？您透个底。防微杜渐嘛，这个底儿不是我的，是东家的。通知所有伙计，明天当铺不开碗，不做生意。咱们搁车。哎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你呀，在这关了1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1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1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2贵3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3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大夫呀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。省的那帮闲人啊，说我风凉话。娶了这么多媳妇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以后呀，我们轮流搂着你，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。哎，风，东家，啊，来了。去了1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3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
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还不出1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。3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，足以了。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3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3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，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，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啊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啊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们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坐堂呢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